你这些剑还不足以跟我过，让我看看你那真正的一剑。那便成全。心理剑。 他在吸走我的剑气，原来这便是炎魔掌的可怕之处。愚蠢，竟然敢跟我对掌！看看愚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吧。成河，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暗河之中，除我之外，居然还有这般大逆不道之人啊！你居然也偷练炎魔掌了？ 什么叫偷练？按照现在的结果看，我这叫提前练。实在是太可惜了，你的炎魔掌修炼若是再高一个境界，就能胜过我了。只可惜阎罗十殿，一殿一生死，你。 棋差一招，该死！是棺材里爬出来的家伙，内力怎么会如此深厚？狼狈了，成河，你真的想带领他们走向彼岸吗？自然，虽然这只是一个开始。远离纷争，总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既然命运如此，那便挥剑斩断。握住这柄绵龙剑，成为第一个以无名者身份继任大家长的人。你终于想明白了。 我们两个生来就是要与命运抗争到底的人。你说挥剑，那便挥剑，不死不休。我为你寻找这一剑之计。狂妄！渊，若只有出一剑的机会。 闭上眼睛，相信自己内心最坚定那一刻的判断。苏梦云，我快撑不住了！ 啊！
方才那一剑伤了你的心脉，若你执意在战，必死无疑。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苏沐雨。老子苏长河。很好，一听就是要名扬天下的名字。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很好，的确是两个了不起的家伙呀。那便期待我们的下次重逢。苏沐雨，你如果真的不想当，那我们之前的约定就算作废了。至于你说的那些幕后势力，我也很快就会将他们连根拔起。好，但阎魔掌这门功法太过危险，一不注意便会反噬己身。你以后还需万分小心。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不过，我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的。长河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会向外界宣布，从此之后，暗河便没有智三鬼。我会铲平提魂殿，这样就不会有人下达追杀你的手术。那些你想要带走的家人也是一样。你说过你喜欢南安，我在南安城置了一处大宅，是我这些年偷偷攒钱买的。你到南安城去找守月钱庄的掌柜的，他会把地契给你。院子的地下埋了1万两白银，你若是没钱了，就拿出来用。以后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满城的时候，我会去找你饮酒。当然，你不想让任何人，包括我知道你行踪的话，你也可以不要那间宅子，转手卖给守月钱庄的掌柜的就行。但是，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开时，我还是希望能与你重逢一日。长河，你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地方，离开这儿也是必然。而我，从小就是从尸堆里爬出来的，生命在我这里，本来就是不值一提的东西。我离开了，反而不知道去哪儿。但你这个人其实很笨，你不喜欢杀人，却又只精通这个，别的什么都不懂。你做了多少年的鬼，身上还是穷得叮当响。你这样的人到俗世间，你一定会被骗的。再见，苏沐雨。你说我笨，但你其实也很笨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任务，一起去洛河城杀那贪污赈灾粮的李欢吗？明明一件便可解决的事情，你却硬要顺藤摸瓜，将他在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一并拿走。结果呢？我们被32名六扇门捕快围攻，差点就要死在那府宅之中。那不是因为……闭嘴！
还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去血河山庄对付刀魁王八，你非要去他的藏书阁看一眼，说要搜罗秘籍，最后我们被机关所困。幸好我身上还带着些干粮藏着，硬挺着熬过了3天3夜，等来了援兵，不然我们早就饿死了。哎呀，那不是没饿死。还有岭南那次，东海那次，雷家堡那次，哪一次不是你把一个简单的任务捅出了天大的窟窿？你若做了大家长，你的贪婪和野心会如潮水般涌起，然后将那些跟随你的人全部一个个都淹死。你若没了束缚，只会成为一个疯子。所以，我来和你一同平息风浪吧。当年的约定作书，只是身份要换一下。苏长河，出去之后，你继任大家长之位，我统帅苏家。我陪着你，我们一起带来一个新的安和。好。倒是像鬼窥安那一次，只不过那一次是你扶着我。所以有些事情总是要还的。其实，一直到最后一刻，我都不认为你会留下来。你做了一个可怕的决定，大家长。我已经不是大家长了。我信过梦，也信过苏，却从未能走出过这片河。或许这样的变革能够带来新的安和，能够成为这个天下不一样的那个影子。天真呐，影子就是影子，走不到光明的地方的，那我便看看。只是大家长，无论结局如何，你都看不到了。苏家苏昌河得先任大家长认可，赐冕龙剑，即今日起任暗河大家长之位。拜见现任大家长苏昌河。拜见大家长。撑住，苏女。堂堂穆家家主，就只会玩这些娘娘腔的东西。也无九章计。走。
汉河的送葬师也不过如此。就说最讨厌和你们穆家打架，这哪是刺客呀？明明就是变戏法。本以为给哲叔安排的才是苦差事，我来朱朝就是走个过场，没想到，史策，应该跟他换条路走才对。近身对决，再厉害的高手也会有失手的时候，所以3丈之内，我不会让你近身的。你废话真多。你忘了，我有一个朋友傀儡司用的同样很好，他叫苏沐雨，3丈之外你称无敌，可如今你我不过3尺，那便是我的天地。试过之后方敢确认，你的内力现在已经不足以支撑18剑阵了。如今单靠手中一柄剑和一具重伤之躯，你还能是我的对手吗？看来今日是不能与你尽兴一战了。若非我已用了18剑阵，你又岂敢与我一战？哦，倒是很少见你这般说话了。平日里遇到你，怕是连情绪波动都难以见到。看来你是真的急了，想用这样的办法来激怒我。即便如此，你依然不是我的对手。当年你我并称2家年轻一代第一高手，可你会的，穆子哲也会，而我会的，就连苏老爷子也未曾见过。是吗？你见过我的3才阵吗？此阵是我耗费多年心血所改进，一招一式更是严丝合缝，不给对手留半分机会。苏沐雨，你很快便不能如方才那般自信了。别费劲了，他们都长期服用了我穆家新调制的雀统素，不知疼痛，只知听令进攻。你的天地转瞬即逝。我的天地，一瞬便是永恒。我抹了毒，对穆家人用毒，就凭你，我这点毒自然伤不到穆家家主，但是嘛，除非是苏静辉他亲自来，其他的人，我不会放在眼里。就当你说的是真的。你要同时对付我们3个人，那你可就没有时间逼出你体内的毒了。现在这些毒对你来说可能不算什么，但是1个时辰之后还不算什么吗？哼，怕是到时候你也得需要那个神医来救你的命。苏长河，你真的是给我很多惊喜。恭送穆家家主。怎么样？方才2位可看到我的表现了？我这次可真是呕心沥血、肝胆涂地，我差点就死在这里了。回去记得在老爷子面前好好美言兄弟几句。母生，东南凯门，武痕，正北修门，五凤，刺塔西海。
三才阵又如何？剑阵是死的，而剑客是活的。再精妙的阵法，也有破解之道。你是如何在这么短时间之内找到破解之法的？我从一个以剑闻名的地方而来，在那里有专门的人研习天下剑法，也有专门的人破天下剑术。我父亲曾说过，若非剑仙，在其面前，没有人有资格提剑这个字。吴建成，你竟是出自吴建成！我未用18剑阵，你便败了。你以为我只带了这3个人？桃花面，是大吉啊！新阳，你来晚了。抱歉，抱歉，这场杀局不能让雪薇看见，要不然的话，她定是死也要护住苏沐雨。哎呦，把她骗走可费了我不少功夫。魁大人，又见面了。青阳兄，5个木家的龟，外加1个木白，1个木青阳，看来只能背水一战。小神医，希望能为你拼出一条生路吧。欠下这阵，你可撑不了多时。妈的，苏商火那个臭小子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哲叔来了。那个卵仔啊，在竹草里头走了个过场，喊老子在这个手印，印我是收到了，还多出穆家7个鬼。哲叔此言何意呀？让你讲话了没有？哲叔还是这么喜欢营造出我很厉害的气氛。我还要营造啊？老子本来就很厉害。哲叔接下来怎么打算？我打算狼子不杀你，还能完成老爷子的任务。怕是有些难啊。确实有点难。但我们2个毕竟也算是罗力之交啊。莫逆之交。哎，对。哎呀，吃了没文化的亏。哎，要不这样子嘛，我们2个联手，先杀了穆家这几个鬼，剩下来就是我们苏家自己的事了。哦哟，穆家这几个鬼里面还有个能打的呀！久闻哲叔大名，就算不能打，也要假装能打呀。哎呀，这样子就难办了不？怎么样？愿与哲叔共同退敌。抱歉了，小木鱼。真是意外的重逢啊！要是站在这刻的是你的母亲就好了。女儿就不行了吗？女也好，要是老婆的话就更好了。老婆再好，你不还是一次都没有回来？我不回来那是为了你们好。我看过大家长的记，他明明给了你自由。是啊，他撮合了我魁的身份，给了我自由。我满心欣喜地去了文家，但你的母亲还是患上了不治之症。你那个外公把我赶了出来，他跟我讲，我要是再靠近文家，靠近你一步，他就杀了我。当爷，
我是不怕他的，但是我后来想了想，我要是留到你的身边，确实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危险。狗东西！喂，狗东西是你母亲喊的，你啷子也要喊我声爹嘛？狗爹！啊，得，哎，狗爹也是的。你还杀我不？哎呦，这不就是一场误会吗？你看，现在误会解开了。哪个再敢靠近我女儿一步，立判生死！哲叔啊，你这变脸的速度也太快了。都是自家兄弟，讲什么见外的话？少主，他们两人似乎准备联手。既然他们苏家要打，我们便同他们打。难道我们还怕了他们不成？那苏哲可是当年苏家第一高手。我家那个小术士有句话你讲错了。什么话？我现在还是苏家最强的。这是什么邪术？木家的鬼虚阵法，小心！魑魅魍魉，也敢在我降魔法掌面前放肆！针还没起，就挨我破了。哲叔啊，当年我们共抗魔教的时候，怎么没发现你有这么厉害？那个在我女面前肯定要卖力点了嘛，对付那些魔教又不给银子，差不多就得了。哲叔还是留手了。哎呀，那两个小子还是有点本事的，给他们跑了。那我们接下来。你们父女二人重逢，我是不是应该先避开会儿？不必，你就站在这儿吧，不然更尴尬。这个危难之际，父女重逢，这种感应的情形，你就是我也没是好适应啊。那便边走边聊吧，时间紧迫，得快些回到筑巢中。好。说给员外那位听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苏沐雨，我们该执行自己的计划了吧？长河，我无法背叛大家长。愚蠢！这次三家铁了心要谋你，我会为你铺好路，你只需要做好握住绵龙剑的准备。你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你永远都是这么天真。大家长与我二人皆有恩情。恩情？他们培养我们是为了替他们去杀人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可笑的东西。只有你真的把安河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。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。他给我们庇护，我们为他杀人。所谓的家人，不过是虚伪的说辞。苏沐雨，哲叔就在外面，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你还能活下去吗？若哲叔与你联手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要一试。你要是说得通，你就不是苏沐雨。我真傻，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。
慕白，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，就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咱们都是同族，就该互通有无。谁跟你是同族？苏长河，你给我等着！长河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那龙剑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慕云，你去做暗河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把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100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坐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了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。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都快死了！17号。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哀怨的情绪，不舍的挣扎，漫漫长夜中寻你挣扎痛的憋气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那里？如同宿命随波往，点缀着谁能趟破黑暗的河。我也在。
辗转悲欢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，没什么问题。鬼哭院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划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那里会有彼岸中纪念相偎一点光清净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、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、63号。谁惹了木丘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合作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再斗，还有几分生气？那便来吧。八戒阵，刀剑隔世，勾手戒备，举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压入此处。我为尔。
破八解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两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那我走了。破茧之口。 只剩我们两个人了，所以，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 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，已是还了。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成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想要最顶尖的刺客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。 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
睡醒了。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到一些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邪魔外道，无尽无身。不过是些魔障，看我一剑斩了你们！不好！大家长，人在虚弱时，邪气便会找机会侵染人的身子，做噩梦是正常的事。大家长不必担心。大家长可还安好？毛头，是。神医啊，你此生救过多少人？这我哪里记得得？加上唐二老爷，我此生杀过832人，很多人我甚至不记得他们是谁，但心底里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那是我杀过的人。其实我不怕这样的梦。当他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会拿起手边的剑，将他们斩杀得一干二净。我既然杀得了他们一次，那么自然我能杀得了他们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，都不会有任何区别。但这一次，当我拔剑的时候，发现手里的剑已经断了，需要让沐雨快些回来。难道大家长就不害怕他在这个时候背叛你吗？不会的。坐了许久的马车，累了。小上火，你这个样子能追到鹰，你到底是什么安排啊？追得上。大家长此行北上，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，按照他的手段。老爷子有没有事儿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们这一批跑腿的，定是要被他清算。所以在我这儿，大家长必须死。然后呢？我对于苏沐雨的安排，应当已经到了，让他见见几个故人，拖延一下他追上大家长的时间。
昌黎，宇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昌河派你来的？啊，是大哥让我来的。他说让我拦住你，实在不行，就哭到你心软。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杀你？他自以为能猜透我的心，可我杀过这么多人，我也有无法控制住自己杀心的时候。若我想杀你，你早就死了。这，宇哥。老师，你口中的“老师”这2个字，放在我的身上，我可不敢当。苏轼先生，许久不见了，苏沐雨。昌河为了拦住我，居然把你也请来了。不必怪昌河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我想此事之后，或许我们便没有相见的机会了，就自请来此见你一下。顺道下一局棋。我在赶路，没有时间。若有机会再见先生。回到暗河，我定去藏书阁拜会。若我没有做到让你下完这局棋，昌河或许会杀了我。先生来此，是想劝我和昌河联手。你们是暗河这100年来最不可思议的搭档，一起联手破过许多危局。这一次，我相信你们一样可以做到。我听昌河说，4年前你们做过一个决定，他当上苏家家主，你当上大家长，成为执掌暗河的新主人。那他有没有说过，我并没有回答他的决定？大家长他值得你这样做吗？这个问题的答案重要吗？沐雨，当你用一个问题来回答另一个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的内心并不坚固。可这问题没有答案，只有选择。我在苏家待了将近10年，昌河与我更是从同一座炼炉当中走出来的师兄弟。准确地说，我们都是家人。昌河那样的人，可不会把老爷子他们当作家人，他只是把你当作家人。可如今我是魁。我的父亲曾教过我，承诺是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。先生您也说过，没了承诺，收了钱的刺客便会因为更多的钱而转头去杀自己的主顾，那么到最后秩序变乱了，刺客便没有存在的理由，暗河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你很聪明，但有时候太过于执拗了。已经沦为杀人的棋子，若心中还不存在点执拗，那么活着也像是死了。先生，你败了，告辞。
宇哥，你赢不了的。三家家主对大家长这个位置觊觎很久，这个机会他们不可能放过。即便大家长最后把生医好了，他们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杀了，这是个必死之局。即使死局，那么长河他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想改变暗河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不再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和我们联手吧。大哥的意思是，让大家长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死掉。死之前，他把绵龙剑传给你，你执掌暗河，而他则去扫清苏家的障碍，成为苏家家主。到时候其他两家再有不满，你们便联起手荡平暗河。宇哥，抱歉，我有我的选择。大哥说了，若你拒绝，那他就自己当这个三家之主。到时候不管谁挡在他面前，他都会杀死，包括你，他这一生最好的朋友。木雨，道阻且长，行则将之。驾！心中毒在解毒，以身试毒。倒是有种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。只是我不太明白，为了几张银票，神医愿意为我以身试毒？自然是不愿意啊，我又不傻。不过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感同身受的了解大家长体内的毒，但同时又不会死。什么办法？移魂大法。药王谷的秘术移魂大法，若是一旦对某人施用此法，就能和他无感共识。他的过往和此刻的想法，都无法逃脱施用者的眼睛。若是遇到意志薄弱者，甚至能彻底占据他的意识。我初听到此门功法，还曾感慨，这哪里是医术，分明是邪术。确实，医者行医，治的是人身体里的毛病，而移魂大法却能治人心病。不过我这次对大家长施用移魂大法，为的是彻底去除你体内的毒。至于大家长你心里想的那些嘛，我可以试着不去看。若是一旦施用移魂大法，那我的性命自然是全在我白鹤怀的掌控之中了。就是只要我想，可以随时杀死大家长。我想试试。大家长能活几日就让他活几日吧，反正我们抓紧时间找机会，先把那小神医给杀了就是。大家长和那个神医有地质社校保护，你那么有信心？我派人传了封信，去向了北面那座皇城，里面有一个人出身唐门赫赫有名，是唐二老爷最亲近的弟子。九江琵琶亭内3道暗器震惊天下，是可以与司空长风、百里东君等人齐名的高手。唐灵月。我不知道大家长为什么要杀唐二老爷，但我知道唐二老爷死了，最想报仇的人一定是唐灵月。
护送大家长离开。快！是。难得有片刻喘息，又要赶路逃命了。等你治好我，便无人敢来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暗河。龙须真，你是唐门的人？唐门，唐连月。唐连月，原来是天启城4守护之一的玄武使啊！我要找的人不是你，你们大家长在哪？我要见他。纵然你是玄武使，但这里一不是天启城，二我们暗河也不听朝廷的指令。大家长岂是你说见就能见的？我并不是以天启城玄武使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唐门弟子的身份而来。你们暗河的大家长杀了我们唐门的二老爷，这笔账我来负责清算。这个消息玄武使是怎么知道的？如果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那该如何呢？想必你们大家长早就走了，留你在此处断后，与我说这么多，不过是想拖延时间罢了。想走？接！这样精妙的暗器手法，这就是白秀堂冠绝榜上数1数2的高手吗？荧惑纸蝶和幽冥珠，你是暗河木家蜘蛛女。我不喜欢这个代号。小伎俩，你以为以荧惑纸蝶为掩盖，让这幽冥珠悄悄接近我，你毒丝偷袭，我就不会发现吗？真是自以为聪明的傻子。你在幽冥珠里放了什么？自然是霹雳堂雷家的霹雳子了。你怎么会有雷家的霹雳子？早年执行任务路过霹雳堂，很多雷家的少年郎都曾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，当然是他们双手奉上来讨我欢心的。不过，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？童子点灯，阴魂索命。可曾记得昔日也差点做这点灯的童子？穆家穆英真，你敢与我动手，是想叛离暗河吗？是吗？可我得到的消息
是你暗算大家长，意图谋反。我来此杀你，是奉家族之命，救出大家长。看来穆家还真是一片忠心啊。素闻纸伞鬼苏沐雨最强的剑法，乃是18剑阵。可看你现在这个架势，似乎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同时见识你那18柄剑了。你确实没有资格。当年本该是你去的，可苏昌河代替你做了这点灯的少妇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他们应当都要死掉，可他却被你救了。我想我明白为何他要替你。如果当年点灯的人是你，你必死无疑。实在没想到，苏家赫赫有名的纸伞鬼，从尸体遍地的炼炉中爬出来的无名者，如今的朱影首领魁，居然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，舍不得对孩子下手。你的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，是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挡上了那一剑。这世间我想杀死的人不多，但可惜。你便是其中之一。别怕，先找个地方和你的同伴们躲起来。这场纷争怕是要持续很久。看来天启城的守护使也不是那么难对付。我们唐门并不怕雷家堡，所以我也不怕你的霹雳子。你再动，我便只能杀了你。听说玄武使的指尖刃上沾过一位王爷的血，怎么现在杀起人来，却这般犹犹豫豫的？我不想杀人，即便你是暗河的。哦，
我还以为是玄武使怜香惜玉，舍不得动手呢。傻瓜。早就听说暗河穆家精通各种鬼术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九江琵琶亭，唐门唐连月，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我对玄武使也是敬仰已久。方才我便不该对你留情，中了你的媚术。媚术？什么媚术？你既知道我在九江琵琶亭内以3道暗器名扬天下，那么你知不知道这3道暗器是哪3道？坊间倒是有传说，3道暗器都是你自创的。至于是哪3道，还未曾听过。不必听过，你马上就要见到。别乱动，再动，我的那些蜘蛛就要将你吐成一个冰人了。再搭上一些幽冥珠，保证你被炸得尸骨无存。那便试试。这便是当年那3道暗器中的第1道——千道精明。